太震撼了。OpenAI 在春节期间突然发布了震惊世界的 Sora 视频模型，只要一段文字描述或者一张静态图片， Sora 就能生成最多长达60秒的高画质影片。这个模型的出现让全球所有生意人获得流量的门槛直接砍半。那么这个 Sora 为什么强得这么离谱？ Sora 等 AI 视频工具对于成熟的规模商业应用差距在哪里？对于普通人的机会又在哪里？今天的视频就带你探讨这些问题。先来看一个例子，从官方技术文档可以看到 Sora 的能力，它不仅仅是文字生成视频 text to video， 它还能随意修改你的视频风格、场景、对象等等。这个是输入的初始视频，全长25秒，一辆红色的跑车行驶在山间公路上，周围是茂密的山林，先是一个大的左转弯，然后开着开着，最后呢右转进入了一个隧道，然后告诉 Sora 改成在水底行驶，直接就变成了在水底世界行驶。路周围的山林变成了珊瑚礁，路线是保留一致的，也是一个大的左转弯，然后呢右转进入了海底隧道。如果把前后两段视频叠加到一起，同时播放，这个路线不能说相似，只能说一模一样。继续改，改成茂密的丛林，改成下雪的冬天，改成太空彩虹路，改成赛博朋克风格，改成粘土动画风格，改成像素风格，换成中世纪的马车，无一例外，他们都保持同样的行车路径，并且在最后的2秒进入一个类似隧道的地方。看完这个案例，我只能说太牛了。以后你把电影中大导演的经典运镜拍摄的场景，或者任何人的素材丢给 Sora， 随便改改主题、风格、环境，就能轻松完成2次创作，而且这样还没有版权问题，这个太恐怖了。你可以轻松搞出了一个《阿凡达》的火星版本。Sora 让电影工业提升自己的效率，可能都能超过100倍。以这2个 Sora 生成的视频为例子，类似的这种电影的特效，过去要花数年数个月，要花上千万美金，需要几千台、几万台电脑联合渲染很长时间。但是这个视频仅仅用了1句文本， Sora 可能几小时、几分钟就能帮你解决。再比如这个视频，拍摄这种镜头的时候，不仅很花钱，还很麻烦，需要找很多老样式的电视机作为道具，还需要灯光啊、照明啊、输入信号啊。那这些现在所有都能被 AI 简单的给解决掉。对某部电影来说，可能需要的人力也是少了，但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放到策划和创意上，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非常繁琐的后期制作和现场拍摄上。包括我看到的更大的一个机会是说，也许每个人都可以圆自己的导演梦，小说直接变电影，电影直接变动画， Sora 都能直接搞定。 Sora 极大地降低了视频素材的创作难度和成本。网上有人评论，我们完了，摄像师完了，剪辑师完了，视觉特效师完了，无人机操作员完了，素材影像公司肯定完了。视觉特效师为什么也完了？因为 Sora 它不仅能理解我们的物理运动规律，它还能打破这些规律，创造一些天马行空、意想不到的内容。对 Sora 来说，现实和虚拟是完全可以融合的。20多岁的小哥坐在云端读书，一群纸飞机在茂密的丛林中翩翩起舞，在树林间盘旋，仿佛候鸟。郊区房屋窗台上长出一朵花的定格动画，一个华丽的珊瑚礁纸艺世界，充满了色彩缤纷的鱼类和海洋生物。这里的特效远超国内影视剧。这些视频如果说让特效师去做，没个几天是搞不定的。而现在，各种风光大片镜头特写、无人机视角 3D 渲染、赛博朋克、科技玄幻等等各种风格的视频素材， Sora 它都能做，而且还是1分钟的时长。这个对于视频创作者来说太有吸引力了。 Sora 一问世，意味着 OpenAI 实现了对人类所有信息载体的 AI 统治。虽然不完美，但是这些都是在 GPT-4 发布之后不到1年的时间内完成的，恐怖至极啊！我们国内的公司还在炒概念、套现股票呢。不过现在距离真正的大规模商用这些技术还有比较大的差距。这个差距不仅仅来自于 AI 的学习能力和学习速度上，而更多是来自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上，还有应用的安全性上。首先是算力限制， AI 的使用需要消耗大量的算力，这也是为什么 GPT-4 即便是付费用户，每3个小时也只能使用40次的原因。像 Sora 这样的文本到视频模型，需要更巨大的算力进行训练和运行，据说有可能是 GPT-4 的5000倍以上。这些模型通常依赖于高性能的 GPU 来处理大量的数据和复杂的计算。
算力的需求随着模型复杂性的增加而增加，这可能导致昂贵的硬件成本和可扩展性问题，甚至 GPU 的产能可能都是个问题。其次是网络带宽限制，大规模 AI 模型的训练和部署还需要高速的网络连接，以便快速传输大量的训练数据和模型输出。高网络带宽需求也可能成为瓶颈，影响用户体验。还有对电力的需求 ，AI 模型的商用运行将消耗大量电力，也可能成为瓶颈。只有在这些瓶颈都得到解决之后，我们普通人才能享受到 AI 生成视频的广泛普及。那个时候可能是 5.5G 或者 6G 时代了。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，在等待这些工具成熟之前，需要做的就是做好准备，抓住机会。从现在开始尝试使用各种 AI 工具，打下使用的基础，积累使用经验。其中一个伴随 AI 兴起的关键能力就是提示词工程能力 （Prompt Engineering Capability）。AI 用的好与坏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示词问的好与坏。所以提示词又名咒语。销售提示词就像销售魔法咒语一样。在 AI 绘画领域，就已经有不少的 prompt 交易网站，大家可以先去熟悉一下这类交易是如何进行的，积累经验和技术。而且像这样的虚拟产品，基本上是一本万利，只需制作一次，就可以无限次数的贩卖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就可以提供服务，做私人的 AI 定制画画，或者是给小朋友定制他们的奇幻冒险故事。我自己就给我儿子做了一个系列的冒险故事，制作了一个他的动画形象，他捡到了时光机，每个月穿越到了不同的时期，开展冒险。这个故事就是他穿越回了古埃及发生的奇妙旅行。第三呢，就是我之前的视频介绍过的，可以做 AI 睡前故事频道、恐怖故事频道之类。虽然现在 Sora 还没开放，但是我们可以先用其他的 AI 工具来做替代，在它开放之前就积累技术和大量的客源。最后呢，就是准备一下 Sora 账号资源。之前 ChatGPT 和 Midjourney 爆火的时候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拥有一个可以使用的账号。Sora 的开放一定是付费的，很多人就有共享账号的需求。就像之前 GPT-4 刚刚出现的时候，就有不少人开设 GPT-4 合租网站，让多个用户平摊使用成本，自己赚取一些中介费用，赚到了不少钱。前几天我的评论区还有个网友就买了 GPT-4， 他也愿意跟别人共享分担账号。虽然现在 Sora 还没有开放，但我们也可以提前布局，准备好 Sora 的账号资源，规划好这个赚钱的路子。我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如何申请 Sora 测试账号的方法，大家也可以去试试。首先登录 Sora 官方网站，点击右上角的 Search 搜索，输入 Apply， 等待搜索结果出现之后，选择这个配置按钮，就可以看到这个 OpenAI Red Teaming Network Application。点击进入之后，填写资料和申请理由就可以等待了。做视频这件事从未如此简单。如果你想做视频博主，2024年真的可以轻装上阵。Sora 的潜力不止如此 ，OpenAI 官方给的 Sora 定位是世界模拟器的视频生成模型。2024年 ，Sora 已经能够理解我们的真实世界了，你也应该积极接触 AI 世界了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启发，请不吝点赞和分享。那么我们下个视频见，再见。